西月，咱们在这宫里都活了快半辈子了，却还是活在别人的算计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，好歹现在出来了。你如今这个样子，你知道是为何吗？除了你算计我，还能有谁？皇上让齐汝给你医病，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，这是我能算计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现在喝的药里边，比齐汝给你开的方子多加了几味药。多加了这几味药呢，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，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。齐汝为何要害我？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？是皇上？太后？这件事呢，我只能知道这么多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或许你更没有想到。你想说便说吧。把那镯子给我。要镯子做什么？你我侍奉皇上多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全拜这个镯子所赐。这镯子里边藏着伤人血气，让女子不孕的零陵香。零陵香。哪有什么零陵香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一样带着？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，有一次摔坏了镯子，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，才知道了关窍。我现在戴的镯子自然是剔除了零陵香的，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，也不知是不是让它伤了根本。他为何要这般害我？你对皇后忠心耿耿，她却是把你当做一个可利用之人。而我至于她呢，从前底选福晋的时候就落下了心病，忌惮之外，也需要防备。她送你我这个镯子，就已经拿定主意，不让咱们生养了。怪不得我们一碗一碗的坐胎药喝下去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为何要这般对我？我对他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从不敢有二心。他说什么我都听，什么样的事我都做在他前头。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为什么要断了我这般念想？为什么？
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，是不是就想知道我们对你做了什么？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。今日我便说给你听。你要真想说，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。等等，你等一等，如意，本宫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面，让我见皇上一面。如意，如意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次，让我去见皇上一次。主，如意，奴婢扶您起来，让我见皇上一次。主，如意，让我见皇上一次，我要见皇上。如意。皇上想什么呢？想起西月刚入前邸，娇羞可爱。皇上去看看他吧。朕不去，你也来劝朕。刚才高斌还上书进言，说牵挂贵妃。贵妃呢，怕是不行了。一旦离世，如果高斌问起贵妃临死前的状况，皇上还得有话可说才行。皇上也一向顾及贵妃的颜面，并未对外张扬他所做下的恶行。如今他想见皇上一面，皇上就成全他吧。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您问了许多遍了，方才李公公来传旨，皇上一定会来的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还病着，就别劳碌了。起来吧。皇
皇上也坐吧。莫西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。是。皇上，自迎春家宴以来，我们已有3年10个月未见面了。臣妾容色衰败，自知以此面目求见，实乃不敬。可臣妾知道，自己命不久矣，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。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这么费心打扮。这身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，臣妾穿着它，便想起皇上往昔对臣妾的爱护。臣妾想穿着它跟皇上说说话。朕倒是有些话想先对你说。子弑父为孝，妻妾尊父则为顺。臣敬君为公，奴才奉主为忠。你扪心自问，这些你都做到了吗？恭顺忠孝，你在朕的背后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？皇上真去看贵妃了。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际，为着人情，皇上去看她一眼也是应该的。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？不会吧？她若敢攀扯娘娘，就是攀扯她自己。高氏一门的荣华，难道她不要了？就算她要乱咬，皇上也断不会相信她这些疯话的。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。有些话，本打算至死不言，如今却不得不说。只要你说的是实情，朕不会因为你的言行而牵连你的母族。为探测您心意，皇后将莲心嫁与王钦，加以笼络。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诏符，才敢出卖贤妃。端会太子薨后，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，便满心怨恨。臣妾未顺皇后心意，命双喜将毒蛇放入冷宫谋害贤妃。重阳佳节，皇后又指使臣妾烧死贤妃，使贤妃得风湿之类小恶。固然有嘉妃收起药力，但事情是皇后让臣妾做的。就这些了。皇上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镯？这是你和贤妃嫁入前邸时，皇后亲手赠的，怎么会断了？这么好的东西，皇后自己不戴，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，臣妾真是感恩戴德。可没想到，她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零陵香。长久佩戴零陵香，便难以成孕。臣妾和贤妃一戴就是10数年，
连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。皇后出身显赫，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？她也不懂药理啊。皇上，一个人想作恶，没有什么是懂不得、学不会的。贵妃，皇后是中宫之主，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？臣妾知道，在您心中，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。您是不是害怕？害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？皇后是否让朕失望，还是两说。倒是你，是真让朕失望了。臣妾虽然罪不可恕，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？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？有一句话，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，否则到了地底下，也不能瞑目。你问。臣妾受齐太医诏咐，可为何越治越病？气虚血瘀加重，以致元气大伤。便是没有那林灵香，也难有身孕。朕原知道，你生来有气虚血瘀之症，才让齐汝为你细心调养，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，却没想到你今日这么问朕。是皇上不强求，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？当年在前地选福姐，3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。若不是先帝跟太后，您也不会选臣妾当格格的。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，又让齐汝来为臣妾调理身子。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，可臣妾错了。方才你也说了，朕宠了你很多年。朕既然宠你，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？皇上所言可真啊。真？什么是真？西月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？朕还记得，初见你时，你是何等的娇柔，但如今，你如何会变成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？罢了，你身子不好，也该歇息了。一旦哪天你走了，朕会赐你个谥号，给你一个好的结果，也不枉你服侍朕这么多年。皇上连臣妾的谥号都想好了，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。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盼下辈子嫁得寻常人家，相夫教子，也做一回贤德良善之人。这是你最后的请求，朕不会不答应。朕便赐你贤字作为谥号，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。
皇上，虽然您不承认用欺辱算计了臣妾，可除了您，还有谁呢？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。如果是您，老天会收了您去；如果不是，您就病痛一场，受点苦楚，当臣妾对不住您吧。主儿，奴婢扶您起来。主儿，母亲，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烧了，快去！奴婢这就去。主儿，务必烧干净，那染了疥虫的脏东西留不得，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。奴婢记住了。皇上，咱们这是去翊坤宫吧。这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这么晚还过来？啊，你这让人心惊，真想来你这坐坐。皇上坐吧。如意啊，来，你这珠珠啊，样式旧了，以后别再戴了。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送个最好的翡翠镯来，再叫太医送些好的补品，让你补补身子。李煜，拿去扔了。这。谢皇上，皇上坐吧。皇上去见过贵妃了。他对朕说了很多话。如意，你会算计人吗？臣妾不知道皇上说的算计指的是什么。若有人陷害臣妾、欺负臣妾，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，也会自保。若皇上说的算计是这个，那臣妾是会的。那你会算计朕吗？臣妾愿与皇上永不相弃。来，如意啊，你也别怪朕问你这些，只是贵妃今日所言，叫朕不得不疑惑。朕平日待他们不薄，他们也都似乎用心待朕，可今日，朕忽然觉得他们好陌生。真真假假，他们在朕的背后，不知道做了多少朕不知晓的事情。他们待朕的真心，又有几分呢？臣妾明白皇上的忧虑。如意啊，朕知道，贵妃命不久矣。无论她之前做过些什么，在面子上，朕还想给她个体面。臣妾明白，皇上圣明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贵妃敬为皇贵妃，娴妃和纯妃敬为贵妃，余嫔则敬为余妃。这。臣妾谢皇上厚爱。起来吧。如意啊，要你和纯妃同时敬为贵妃位，是委屈了你。只是纯妃替朕诞下2个皇子，又抚养永皇，
朕不得不多眷顾他。是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颜面此事。不论有没有子嗣，朕都不会薄了你与朕的情分，你放心。珠儿，你醒了。您今天的气色好多了。我好久都没睡那么踏实了。刚刚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阿玛跟额娘，他们说念着我，让我病好了就赶快回家。恭喜珠儿，皇上晋封您为皇贵妃了。莫西，我在古董房给你安排了个差事，到时候内府的人就会来传你。奴婢不离开主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是谁害的我。奴婢一定记着。外面是不是下雪了？是的，主儿。我想去院里看看。哎呦，你看看这雪，下个不停啊！皇上对惠贤皇贵妃情深一片，哀痛不已，连老天爷都跟着哭呢。情深一片。皇上大办丧仪，倒是安慰了高斌。听说高斌对皇上感激涕零呢。骨肉分离之痛，哀家尝了，也该高斌尝尝了。也是这些年，齐汝差事办得好啊。齐汝差事办的是不错，可是高氏自己这些年恶事做的也不少，也是他罪有应得，
咎由自取。这雪是越下越大了。是啊。皇上对皇贵妃情深意长。听闻皇贵妃去世之前，曾请求皇上以贤字为誓，皇上允准。但愿来日，皇上亦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便死而无憾了。皇后春秋正盛，怎会出此伤感之语？我朝皇后上世皆用孝字，倘若来日皇上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自当终身自立，以敬此二字。自从皇贵妃去世之后，皇上悲痛不已，再也未曾进过臣妾的长春宫。不知皇上是否是责怪臣妾未能照顾好皇贵妃呢？真是想着皇后与皇贵妃相知相伴多年，怕触景伤情罢了。皇贵妃临终前和朕说了很多肺腑之言，朕每每想起，依然很是哀思。皇上情深意长。皇上今夜要亲自去咸福宫，对着皇贵妃的画像倾吐衷肠。想来皇贵妃临死前未说完的话，在梦里要和皇上好好说一说。皇贵妃早逝，心中最牵挂放不下的，也是家中父兄。臣妾恳请皇上，若是眷顾皇贵妃，就请眷顾她族中的亲眷吧。皇后，皇贵妃父兄之事，乃是朝政之事，与后宫事宜无关，皇后无需多言。臣妾不该干预朝政，臣妾知错。皇上内外分明，从不以私情干涉朝政。皇后娘娘陪着皇上这么多年，应该十分明白的。娴贵妃说的是。娴贵妃，本宫赐给你的莲花手镯，你怎么不戴了？哦，那手镯和皇贵妃的那只是一对的。既然皇贵妃已经离世了，朕就让娴贵妃拿下了，以免伤情。还有一事，永皇的生母哲妃死得可怜，朕会下旨追封哲妃为哲敏皇贵妃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上，您从未对皇后娘娘这样说过话。高氏身死，朕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结。在高氏的娇美面孔之下，藏的是狠毒之心；而在皇后的贤惠端方之下，又会是什么呢？朕真的很难看清楚。
娘娘，莲心，你出去伺候吧。是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上突然让贤贵妃摘下了那镯子，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不会吧？那对镯子，皇贵妃与贤贵妃这么多年都没有察觉异样，如今怎么会？皇上也说了，是怕看见了睹物伤情，您就不要多思忧虑了。那朱茵呢？皇上怎么突然封她为哲米皇贵妃？她生女难产而亡，皇上为何要旧事重提，还说她可怜？这话里必定是有话，他是不是在暗示责问本宫什么？皇上大约是觉得哲米皇贵妃年纪轻轻就走了，应该没有别的意思。可本宫总是觉得不安。自从高氏死后，皇上便有些疏远本宫。今天贤贵妃还说什么高氏临死前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。苏莲，她是不是临死的时候跟皇上说了些什么，让皇上猜忌了本宫？娘娘，会的。贤贵妃不过是应和皇上罢了，皇贵妃也不敢出卖您啊。她要真说了您什么，那不就等于把她自己也出卖了吗？您且看皇上追视皇贵妃的样子，那般情深意长。如果皇上真的知道什么，又怎会如此啊？奴婢听御前的人说，皇上龙体似有不安，已经好几日未往后宫来了。就连贤贵妃身体也不好，一同留在两心殿。皇上是哪里不舒服？可传了奇辱？这奴婢也不知。本宫也见不到皇上，你快去打听一下。啊，是。哎，不对，你陪着本宫去慈宁宫，本宫去请皇额娘。哦，是。太后，皇后娘娘，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所以奴才斗胆拦着二位，小心凤体。微臣请太后娘娘安，请皇后娘娘安。皇上他要不要紧？到底是什么症候啊？皇上是得的疥疮，这病原是在咸福宫的宫女中发过。李公公也说，会嫌皇贵妃婚前皇上去过咸福宫，不知是否是那时染上的。起来吧。是。到底要不要紧？皇上怕是染上一段时间了，脓包迭起，破流止水，加上之前皇上隐忍不言，时至今时今日，这病确实是有些重了。这可怎么好？皇额娘，你让儿臣去亲自照顾皇上吧。这些日子都是谁在侍寝？取进士房的当来。儿臣已经查过记档，除了纯贵妃和淑嫔各侍寝一次之外，其余的只有贤贵妃了。纯贵妃再度遇袭，正是养身子的时候。贤贵妃呢？贤贵妃事急辛劳，而后得了跟皇上一样的症候，正在偏殿养着呢。皇后，咱们先去看看皇帝。太后、皇后娘娘乃万金之体，不能贸然进入，这病是会过人的，一定要小心。还是先到暖阁备些东西，方才妥一些。好。太后与皇后娘娘请随奴才过来，记得千万别动皇上动过的东西，一切奴才动手即可。嗯。太后，皇上刚刚服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我看看。皇帝，
齐如啊，都给皇帝和贤贵妃用的什么药啊？可有起色？回太后，皇上现在每日服用黄连解毒汤，另用盐花、马齿苋还有蒲公英熬好的药水擦拭身体。贤贵妃得的病症晚一些，虽然发热较重，但并不比皇上病势凶险，已经见效了。你好好治治，一应汤药得亲自看着。是。哎呀，落花醉了梅园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青丝染了双眼，携手共赴尘世万千。心事褪了红叶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泪光藏了誓言，相约一生何曾改变？花开生烟花易残，谁在拨琴弦啊？寂寥深处人已散，独自唱离歌啊。暮色迟迟春已晚，人已入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年。岁月分不清何处是轨迹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月光如水，换尽了浮华的旧事。